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我刚当警察时，接手过一个携款潜逃的案子。刚开始，案情很简单，一家餐饮公司的老板欠了农户的钱跑了。随着我们的调查，案件越来越失控，人性的黑暗面接连浮出水面，贪婪、欺骗、暴力、凶残，案件一波接一波的反转。没想到我居然成了破案的关键。2019年3月20日中午，我正在值班，几个农妇到所里报案，说有人骗了他们的钱跑了。他们看上去很着急，一进门就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。原来他们是周边的养猪户，一直在给一个叫大鱼卤味的连锁店公土猪肉，正常都是每个月初结算上个月的钱，可这个月到20号了还没给他们结算。更反常的是，这个老板原先答应的好好的10号结算，可从10号开始，不但电话一直关机，家里也一直没人。他们急着用钱，只好来派出所报案。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，一般这种情况很多都是老板生意出问题，携款潜逃了。我安排同事带他们到调解室做详细笔录，我则立马去情报科查这个老板的行踪，验证我的猜测。调查结果很不理想，这个老板买了一张3月10号去美国的机票，在那之后就没有任何国内的消费记录了，毫无征兆的欠款、失联、出国。我们几乎可以断定，这个叫杨澜的老板80%是携款潜逃了。我们立刻联系机场求证，结果却给我们所有人当头一棒。那天杨澜并没有上飞机，她没有出国。那为什么国内没有任何的消费记录？整整10天不见人，她又去哪儿了呢？所里立刻派我和张哥去杨澜家了解情况。张哥是所里的老人，已经在我们所干了10几年了，群众基础很好，周边小区的八卦都逃不出他的耳目。路上张哥跟我说了很多杨澜的事。小卢，你不知道，这个杨澜以前可是我们所里的老熟人。2014年吧，她男人酒驾撞死了人，法院判了100多万的赔偿，她愣是1分没给人家。对方申请强制执行后才知道，因为她男人找小三，早在事故前，他家的财产已经全部转移到他弟名下了。因为没有财产可以执行，受害者一直没拿到赔偿。弟弟因为没钱救命，活活给拖死了。为这事，他俩天天闹事，差点闹出人命来。后面又来来回回的闹事。那2年，我们几乎每个月都要出一趟他们的警。那后来呢？我忍不住追问。后来不知道咋的，那个女孩突然消停了，这事还挺奇怪的。那个女孩家是开饺子馆的，这杨澜也缺德。事故发生后，在人家旁边也开了家饺子馆，天天搞事。但你猜怎么的？这个女孩就是什么反应没有，一心只管自家生意。正好车等红灯停在了路口，张哥指着不远处一家名叫周记饺子的店面让我看，那就是那家。那女孩挺惨的，爸爸当场死了，弟弟没救回来，赔偿也1分没拿到。听说他弟弟还是省警校的优等生呢。我瞥了一眼饺子店门上有些年代的招牌，转头问张哥，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啊？14年，我也刚到省警校上学，说不定我认识呢，好像叫周小川。张哥的话让我忍不住惊呼一声，小川学长。小川学长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长得又帅，成绩又好。大一刚入学就拿了全国警校联赛的冠军。大4的时候，他突然没消息了，学校里都在传他隐藏身份当卧底去了，原来是出事故死了。
经过一下午的社区走访和监控取证，我们发现杨澜从10号早上前离开以后，再没回过家。小区的监控只能看到她出门沿着街边商铺向西走了。我粗略看了一圈周边环境，发现很多店门口都安装了监控，这是件好事。这意味着只要调取这些社会面的监控，我们就能顺着监控找到杨澜最后出现的地点，从而缩小寻找范围。不过，调取社会面监控需要时间，在此期间，我和张哥决定先研判杨澜的社会关系，没出远门，也没有酒店开房记录。据邻居描述，他也没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。发家之后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了，这很反常。再怎么样，一个人总要睡觉的。杨澜一个大老板，总不可能委屈自己睡公园吧？可他没别的地方可以借宿，没住酒店，也一直没有回家。结合张哥下午说的话，我迅速想到一种可能性，他有我们查不到的不动产。我跟张哥对视一眼，他的反应告诉我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杨澜曾经转移过资产给弟弟杨建，他极有可能躲在弟弟名下的房子里，直到晚上8点，我们才打通杨建的电话。有人报警说你姐姐卷款潜逃了。啊？谁呀？杨建对这句话表现得很意外，他的反应瞬间坐实了我的猜想。他姐姐的事他是知情的。我们将杨建叫到所里，刚开始他还死不承认，被我们苦口婆心劝了2个小时才坦白。他姐姐杨澜藏在市郊的老房子里，原因是被流氓敲诈勒索了。杨澜这10多天没有任何消费记录，会不会是因为没用自己的卡？我立马跟杨建确认，杨建承认杨澜手里确实有他的2张卡。审讯完，张哥安排了同事小吴去查这2张卡的流水，我和他、杨建一起去老房子找他姐，不管他的事怎么处理，先把养猪户的钱给要回来。市郊不远，开车没一会儿就到了。等进到屋子里，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屋里一片狼藉，有明显的打斗痕迹。杨澜早已不知所踪。隔天，调查社会监控的同事给我打电话，监控排查发现杨澜最后出现的地点就在昨晚我们去的老房子附近，时间是晚上6点。这只能证明杨澜10号确实去了老房子。可那天晚上6点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才是找到杨澜的关键。我们立马去调取了老房子周边的监控，可惜那一片因为高速路扩建要拆迁，已经没有多少住户了，根本找不到能用的监控。杨建的银行卡流水结果也出来了，最近的一笔交易是3月9号，柜台取现5万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可用的线索，没找到杨澜。杨建也急了，当晚就跟我们回警局立了案。杨澜不会发生意外了吧？我和张哥讨论了一下，毕竟事关重大，还是让刑警介入比较好。隔天，指派的刑警就来了我们所，没想到来的居然是我警校的师兄陆然，因为我俩之前就认识，所里便指派我配合陆然的工作。我跟陆师兄刚介绍完案情，负责现场痕迹检测的同事便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，现场找到了许多黄色的长发和另一个人的指纹。杨澜的照片我见过，是那种很干练的短发，那根长发应该是嫌疑人的。不过从头发去追溯嫌疑人相当困难，好在有指纹，我们只要拿到指纹对比结果，就可以知道嫌疑人身份了。头发可以作为辅证，用来进一步确认。指纹对比的结果出来得很快，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指纹主人叫王军，男，
有吸毒史和多次犯罪前科。上一次坐牢是因为盗窃，被判了3年，今年1月才出狱。刚出狱2个月，不可能有那么长的头发。难道那天去找杨澜的不止王军一人？既然不止一人去找了杨澜，可为什么现场只找到杨澜和王军2个人的指纹？疑点越来越多，线索越来越乱，整个案件变成了一个缠成一团的毛线团，让人无从下手。更麻烦的是，经过了2天2夜的调查后，我们悲哀地得出一个结论：这个王军也人间蒸发了。找不见王军，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被悬了起。现场并没有找到血迹，按常理来说，双方如果只是打架斗殴，根本没必要躲起来。可现在王军销声匿迹，问题就大了。往坏里想，如果他这是想畏罪潜逃的话，这说明杨澜可能凶多吉少了。咕咕，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。早上一进门就被拉去开会，早餐都没来得及吃，现在确实有些饿了。师兄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放下了手里的资料问我：“你们这儿是不是离羚羊路挺近的？”我闷声嗯了一声：“师弟，走，我们去吃午饭，顺便找找突破口。”说完，他带着我7拐8拐的来到一家店面。我抬头一看，居然是周记饺子馆。对了，按照杨澜的社会关系，他们2家之前有过纠纷。虽然事情过去很久了，这也不是当下最紧急的事，可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排查一遍的。我不禁暗暗感叹陆师兄的英明决策，又能填饱肚子，又能调查案件，太牛了。云姐，来一碗芹菜饺子。师兄一进门就熟门熟路的点单，似乎对店里的环境很清楚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陆师兄大我2届，又是本地人，他跟小川学长应该认识。后厨走出来一个体格清瘦的女人，她应该就是小川学长的姐姐周小云。不知为何，她走出来看见我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愣了一下。姐，最近这半个月你见过杨澜吗？陆师兄毫无避讳，直接问了案情。听见这个名字，女人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僵了，不耐的点了点头。大约2周前吧，有个晚上，我听见那个女人在外面跟别人吵架，吵得很凶。我过去关门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男的掐着她的脖子。那后面几天我要准备店庆的活动，就没太注意他是不是这个人。陆师兄把王军的照片拿给他看，不太确定。当时我就随便睒了一眼，没看清长相，但是身高这些看上去差不多。那天这个男的是一个人吗？师兄又追问。还有个女的，个子不高，染着黄头发，穿的裙子很短，有点流里流气的。听到黄头发，我瞬间亢奋了。听完周小云的证词，我们马上跟杨澜店里的员工确认，他们都表示2周前确实有一男一女跟杨澜发生了争执，这个女人极有可能是头发的主人。确认完具体争执的时间，我们连忙将这个消息报告队里，让同事们重点排查这个时间段附近的监控。我们忙完回到周记，又等了好一会儿，周小云才将煮好的饺子端了过来。我怕饺子泡坏了，所以等你们回来才煮，别介意啊。她尴尬地挽了挽袖子，把碗推到我们跟前。她套袖上原本粘着的一根头发，在她推碗的时候被气流带的掉落在我手边。陆师兄在跟她寒暄，他们都没注意到这个小插曲。鬼使神差的，我将这根头发收了起来。当时的我根本想不到，这根头发居然成了案件中最关键的一环。根据周小云他们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很快找到了那根黄头发的主人。那个女孩叫于翠翠，是一家酒吧的陪酒女。据她供述，
10天前确实是他和王军一起去找的杨澜，不过刚进门没多久，杨澜就找借口把他赶出来了。我们顺着他的证词找到了一段监控，发现确实如他所说，没多久他就回家了。既然那晚的事他不知情，我们便把审问的重心放到吵架那晚。2周前，你们为什么跟杨澜吵架？因为那女人不给王军结工钱。我盯着于翠翠，她说这话时不自然地耸了耸肩，这是一种对自己说的话不自信的表现。结什么工钱？就那个干活的前辈，干什么活的钱说清楚。你要是再不好好配合，我们就以妨碍执行公务罪拘留你。我厉声呵斥他。我一听到这种含糊不清的说辞就来气，明明知道却不老实交代，摆明了是想蒙混过关，就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挨了训，于翠翠泄了气，把她知道的全交代。杨澜让王军帮她找过别人的麻烦，事儿好像挺大的，应该是会犯法的那种吧。办事之前，杨澜给了王军5万块钱，说是办完了再给5万，结果是办完，杨澜要赖不给了。这事儿王军又不能报警，所以就只能缠着杨澜要呗。那天就是我们喝完酒，碰巧看见杨澜在店里，王军去问他要钱，他不给，就吵起来了。10号那天我们去找杨澜，也是为了这钱。杨澜不知道怎么想通了，说要给王军钱，单方面被流氓敲诈，一下反转成了黑吃黑。案件这个走向让我们都很意外，找的是谁的麻烦？你知道吗？陆师兄打断他的话，好像是个女的吧？哎呀，我就是听王军喝多了提过一嘴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时候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警察哥哥，我真不太清楚。看得出来，于翠翠是真的尽力了。我们又追问了一些细节，于翠翠也是一问3不知，实在问不出什么，我们就让于翠翠回去了。杨澜和王军，一个敲诈勒索，一个买凶害人。查到这儿，我们才发现这2个人谁都不是省油的灯。11天前，杨澜取了5万现金，偏偏杨澜欠王军的买凶钱也是5万，而现在2个人又偏偏同时消失不见了。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想要解开谜题的心，就跟100只猫在心里挠似的，恨不得把整个城市都翻个遍。审完于翠翠，我们一致认为之前我们把这个案子想得太简单了，于是我们回头把所有的证据重新排查了一遍。我刚刚电脑卡了一下，不小心点错，把监控的筛选时间选到了2天前，却很意外的在监控里发现一个疑似王军的身影。监控里，王军看上去像在盯梢。这是杨澜小区后门一家烟酒店的监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方向有家连锁蛋糕店，那里应该有监控。我们很快拿到了那家蛋糕店的监控，发现王军盯着的人果然是杨澜。他盯着杨澜干什么？怕他跑啊？有可能。我们再往下看看，陆师兄接过鼠标操作起来。我们顺着这段监控一路往下查，很快发现了异常。杨澜在一家打印店待了将近2个小时，她前脚刚出门，后脚王军就钻进了店里。我和陆师兄决定去这家打印店了解一下情况。原来那天下午，杨澜从这里买走了一个豪华套餐，包含银行卡、身份证、手机卡，以认证微信之类的一整套信息。怪不得我们什么信息都没找到，原来杨澜有新身份。知道了杨澜的新身份，我们很快顺藤摸瓜查到了她用新身份租的房子。我们立即驱车赶往。杨澜租的房子是城中村，不远，但是车开不进来，
只能步行前往。村子旁边紧挨着垃圾场，奇臭无比。我们一路走来，这股臭味都一直跟着我们。随着我们越往前走，这股臭味淡了一些，但另一股臭味却越来越浓。一股不祥的预兆笼罩了我，其他人的脸色也很不好。房东给我们开了门，打开门的那一瞬，滔天臭气扑面而来，地上是一大滩已经干了的血迹，上面躺着的是王军已经腐烂的尸体。王军死了是我们谁都没想到的。根据法医推断，王军死亡时间为2天左右，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离开杨澜在市郊的老房子时，他还是活着的。那么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呢？因为案子重大，负责痕检的同事很快完成了对现场的检测，现场发现了很多疑似杨澜的毛发，而且在那滩已经风干的血迹中，也检测出了大量杨澜的血迹。王军的死因是头部钝器所伤。我们在现场找到了凶器，上面采集到了杨澜的指纹。根据现场的痕检结果来看，杨澜杀了王军之后，就从现场逃走了。可他买的新身份已经被我们查到了。王军死后，他又能躲去了哪儿呢？案发时间越久，可用的线索就越少，我们必须尽快将杨澜绳之以法。我和陆然负责走访村里其他的住户，看2天前有没有注意到有可疑人物。我们很快就有了收获。上周3，我遇见一个人挺奇怪的，拉着个挺大的行李箱，看上去很重。我想上去帮忙，他还把我骂了一顿。一个男人回忆说，根据男人提供的线索，我们立马跑到垃圾场，很快就找到了男人口中的那个箱子。箱子里检测出杨澜的血。根据现场情况，杨澜在跟王军的打斗过程中也是受了伤的，他没有找地方疗伤，反倒藏在了一个行李箱内。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有人帮杨岗逃匿了，躲在行李箱中可以躲避监控。据杨建交代，那天晚上9点，他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，让他带上行李箱来白家村。到现场，他才发现王军死了，杨澜也受了重伤。他很害怕，可杨澜逼他用行李箱将他带离现场，因为白家村附近2公里就是他们公司的屠宰场，那里有一间可以藏身的旧库房。他们公司的卤味主打的是新鲜，所有猪都是现杀现卤，当天卖完的，所以每天凌晨都有车现杀现卤，当天卖完的，所以每天凌晨都有车要去乡下屠宰场收猪。杨澜打算乘收猪车一早就离开市区，可他将杨澜带到屠宰场之后，一进门就被人迷晕了。再醒来，杨澜已经不知所踪了。他醒来时天快亮了，害怕被人发现，就赶忙回家了。我们很快找到了杨建所说的屠宰场，在那里找到了他的毛发、杨澜的血迹和少量的人体组织碎片。经法医鉴定，那些人体组织是杨澜的。杨澜死了，这个案子到现在我们一直被别人牵着鼻子走，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让大家伙儿顿时泄了气。陆队，有人找到了一根头发，就在这一块，这里疑似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。同事激动得差点破音。我站在杨建昏倒的地方，看向了那里，只有几步路远。这凶手心理素质也太好了吧，还有个大活人在这里躺着呢，他居然能把现场做得这么干净。大活人，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关键的事，杨建也来了这个屠宰场，可他却活着回去了，那岂不是说明一个问题？凶手是冲着杨澜来的。凶手杀人目标明确的情况，动机一般有2种：情感纠纷或寻仇。而杨澜的情感关系我们调查过了，
他没有这方面的纠纷，哪知剩下了一种情况：仇杀。杨澜的仇人周小云，我和陆师兄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。上次我们在他店里吃饭时，他说最近要办20年店庆，那岂不是要卖出去很多饺子？细思极恐，我跟陆师兄带着2个同事马上赶往洲际饺子馆。到地方，店庆已经开始了，不大的店面里里外外都是人，生意相当红火。我扫了一眼他贴在门口的宣传海报，买1斤送半斤，3人成行1人免单，活动力度这么大，他能挣到钱吗？我不禁怀疑他搞店庆的真实意图了。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指向他，仅凭了我和师兄的猜测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得先找到证据。我们再次来到洲际饺子馆，不知道师兄是怎么跟周小云说的。只见周小云二话不说就拽了几根头发递给师兄。等待头发检验结果的时候，师兄的神色很复杂，一直坐立不安。我想他大概也很想要一个真相吧，毕竟他跟小川学长关系那么好。如果凶手真的是小川学长的姐姐，他应该很难接受吧。这根头发跟现场那根头发经比对，不是一个人的。随着检验中心的消息传来，陆师兄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整个人一下松弛下来。不过你们送过来的头发上，我发现了一根人造丝，就是说是假发。我突然想起上次我收起来的那根头发，扯了师兄一把，把他吓一跳。师兄，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我收了一根周小云的头发，我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，顺手就收起来了。我试图跟师兄解释，送去检测吧。师兄说完，我们谁都没有再说话。结果出来的很快，我提供的头发和现场发现的头发对比结果一致。检验结果出来，我们第一时间叫停了店庆，将周小云带到了队里。他把所有都交代了，可这个结果让我心里五味杂陈。那天审完，我回去又在社交媒体搜了很多相关的资料。我能看得出来，自从弟弟死后，他每一天都在努力的生活了。可杨澜就是不愿意放过他，让他陪老公，骂他扫把星克死了全家人。他弟弟活该生来就是短命鬼，甚至还找王军强奸他。他本质上不是坏人，却被命运逼着成了恶人。法律没有保护他和他的弟弟，可他自己惩治了恶人，现在法律却要他承担后果。我作为执法者，当然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发生。可人性这么复杂，谁又能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呢？据周小云交代，杨澜的肉和脏器都被包成了饺子，煮熟倒进了厨余垃圾，骨头炖完也进了厨余垃圾。至于最难敲碎的颅骨，他怎么都不肯说。后来经过我们多方调查，在小川学长和他爸的骨灰盒中发现了被砍成2截的骨头。我要让他给小川陪葬。他说：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